将身先士卒，以身为饵，因北秦军入瓮。北秦军虽来势汹汹，但我军据守城池之地利，待我动作，便可趁其不备，先发制人，以机关奇袭挫其兵锐，继而万箭齐发破其坚甲。我安宁绕城三匝劫其心智，诸位临高攻敌，削其精锐。如此，定能以寡敌众，手下青南。此战不求大胜，但求诸位兄弟能坚守到援兵到来。青南诸将士，有必救之军，有必守之城，绝不会亡没在北秦手中。放马过来！你们！安宁将军，不要再顽抗了，束手就擒，还能保住你的性命。沙场捐躯，死亦光荣。我岂会苟且偷安，受你们北秦外敌之辱？谁生谁死，枪下见！既然如此，那就成全你。杀了他！住手！都给我住手！都给我住手！他是大晋主帅，必须生擒。到此刻才敢现身吗？漠北，你真是令我不齿之极。安宁，放下武器吧。你若只承降我北秦，我冷北愿担保，让你继续做主帅。休想把我折入大晋颜面！安宁，我警告你，你别近者不知之法者。和你晋国不同，我北秦不宽恕不屈之敌，只会血洗整座城。真不以为耻！若非雷霆手段，如何让整个大晋都向我屈膝？我大晋儿郎千万，没这本事！公主，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降还是不降？降，我便是死了，尸体也不会低头。这不小心！
放箭！不！这一切都结束了吧？若那晚金星堂我没去，就不会知道真相，不会心怀愧疚，束手西北，也不会遇见冷北，不会亲手将青南城葬送。我这一生都没能如父亲所言，安康长宁。殿下，禀殿下，青南城失守，安宁将军战死。你说什么？北秦突然来犯，将军维护城中百姓安危，战至最后一刻，未退半步。殿下，将军至死都在等待援军啊！排长，据你所说，北秦是在昨日连夜发起了突袭，但此前安宁明明可以带精锐部队撤出青南城，他何至于死守？殿下，安宁将军是想用他的坚守，为我大晋援军换来战机。骆明旭，你奉旨带兵支援青南城，为何出现在此处？是臣判断有误。殿下，末将有话要讲。说，我们本来得及赶到青南城，是骆大人下令，强逼我们调转码头。殿下，安宁将军死的冤枉啊！请殿下主持公道！请殿下主持公道！
熙，你简直胆大妄为，无法无天！我大晋的援军竟成了你的续死之物！都是朕的错。如今安宁已逝，青南城沦陷，你一句错了，何其轻巧，又何其可笑！处死骆明熹，告慰安宁将军在天之灵。处死骆明熹，告慰安宁将军在天之灵。处死骆明熹，告慰安宁将军在天之灵。骆明熹，你妄下军令，延误军机，致我大晋主将战死沙场，青南城沦陷，依军法处置，其罪当诛。把他给我拖下去，择日行刑。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，骆明熹的事，能不能听我一言？太子殿下，眼下正是用人之际，如果现在杀了骆明熹，那谁来坐镇后方出谋划策？死的是驻守多年的一城将领，失的是大晋的关口要塞。子元，你该清楚他犯下了何等大错。眼下情势，斩杀骆明熹才能镇住军心。是他铸成大错，假军情让他心神大乱，误判形势，安宁惨死，更是让他恨不能以身替之。太子殿下，但正是因为这样，我才希望你能够给骆明熹一次机会，让他将功补过。什么样的功劳可以挽回安宁的死？安宁已经死了，我更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死。如果殿下真的要这样，我愿替他受罚。子元，谁也不能替他受罚。数万将士亡于此战，数十座城池沦陷于战火，他们都是为国而战，都不该枉死。军心一日不稳，青南城一日便难以夺回，届时北秦便可长驱直入，大晋危矣，天下苍生危矣。除了斩杀骆明熹，我别无选择。子元，骆明熹是你至亲至信之人，他难道对我便无关紧要了吗？我已经失去了一个妹妹，难道还想再失去一个挚友吗？我是安宁的兄长，骆明熹的朋友，更是大晋的太子一军统帅。要杀他，我比你更为难。安乐姐怎么样了？这都3天了，小姐还是没睁眼，伤得太重了。这会儿，太子殿下还在里面陪着呢。既然殿下在，那我晚会儿再来。小姐吉人自有天相，你也别太忧心了。好吧。
自然，你就这么不愿意醒来？最近，我总是想起10多年前第一次见到你的样子。记得那天下着大雪，整个皇宫都被冰雪覆盖。我从御书房出来，你裹着一身火红小裘，把安宁护在你的身后。你呀你，一个7、8岁的小丫头，敢在天家的皇宫里面训斥后妃无德，怕是整个大晋也找不出第2个贵女能似你这般性子。我那时就在想，皇爷爷给我找了个好媳妇儿回来。可是后来发生了太多事。子源，我这辈子最感谢的，就是皇爷爷的那道赐婚圣旨。你是我韩爷昭告天下、世人皆知的太子妃。这一世，我没什么可遗憾的，因为在这世上，我只求你一个弟子源。骆明熙，你我虽然性格不同，但是这些年来，我深知你比我韩爷胸中更有求和。殿下，这个时候就不用夸奖我了。你为了帝家，为子源，可以臣服朝堂10年之久，步步为营，胜算在心，你怎会轻易中计？冷北此计，算的是人心。我没有不忠的可能。你轻信的不是冷北，你轻信的是安宁。冷北算准了安宁和你都不会用子源的性命来赌，即便有被骗的可能，也会拼尽一切去维护。子源于北清埋伏，如接此信，骆明熙，我恳请你先行驰援子源。青南城尚有一战之力。骆明熙，你怎能半个字都不透露？你当真要逼我亲手杀了你吗？我这条苟延残喘的命，死不足惜。为安宁报仇，平息众怒，请殿下赐我一死。骆明熙，这次我也保不了你了。你要保的是大晋尊严、边疆安危，还有子源今后的一切。
元琴，小姐，小姐你醒了，太好了，小姐，太好了，你终于醒了，你都昏睡了3天了，辛苦你们了。小姐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小姐，你可算是醒了。你要是再不醒，太子殿下恐怕都要随你而去了。太子殿下日夜不睡、一呆不解地守护着小姐你，我和院叔都只能在一旁打打下手。是啊，这几天太子殿下一直都在这里，从来没有离开过，整个人都瘦了一大圈。他人在哪儿？他……骆明熙，你擅自修改军令，私调援军，导致安宁战死，青南城沦陷。面对3军将士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臣无话可说。子然，你为什么不等我回来？我说过我可以保你不死的。在这种地方，我不允许。罗明熙，带着你下去，走下去。不能死，罗明熙，不要死！你怎么能因为这种原因死在这种地方啊？明熙哥哥，你不能死！明熙哥哥。明熙，阿姨，我已经夺回青南城，整个青南，难道还换不回一个罗明熙吗？国有国法，军有军规。骆明熙公然扰乱军纪，其罪当诛。子渊，对不起。阿爷，你是不假死的英明储君，这是幸事，是我无福消受。你不能带走他。他已经死了，军心已稳，你的目的也已经达到了。子渊，你不要意气用事了。今天谁也不能拦我。厉子渊，你当真要乱了骆明熙以死换来的军心吗？怎么可能乱呢？
死了。带走尸首，就地掩埋。小姐，你这么跪下去，身子如何经得住？我和袁叔知道你难过，骆大人去了，我们心里也难过。小姐，若是骆大人他在天有灵，一定不愿意看见您现在这副样子。骆明熙追我，10多年来如兄如父，与世英勇。正是因为他，才有了如今的弟子缘。可是我却……寒夜，他生于皇室，怎么能懂相依为命的羁绊有多深？袁叔，带小姐回去。殿下，您1日没进食，这样下去身体怎么吃得消呢？您好歹喝口汤吧。我知道了。你要想处置我，也得先吃了这口饭再说。殿下，我知道你心里很不好受，可事已至此，你也不能这么对待。说，今日之事，你怎么看？哎，任安乐一袭红衣，与太子殿下十指相扣，又含情脉脉地看着他英俊的脸颊，然后说道：“公子莫怕，现在既已上岸，你我身后便是安乐寨，从此以后再也无人。”吵吵闹闹，成何体统？什么东西啊？给朕瞧瞧。女匪与太子。话说那任安乐，一夕之间名动京城，街头巷尾，谁不在问，谁不在说。狩猎宴那日，眼见那任安乐一人一马，笑靥如花，直奔咱们太子殿下而来。我任安乐是来当太子妃的。来，殿下，你说那日狩猎宴上都是有头有脸的人，是谁把这种事往外说？里面可有个肆无忌惮的草莽英雄？你说的是
仁安乐本尊？那他这么做是图什么呢？他虽草莽，但却聪明。甫入京城，便懂得利用民意人心造势。哦，原来如此啊！他可真是厉害啊！只可惜没用到正途。就是，干点别的什么不好，非要拿来羞辱我们家太子殿下。民间多忘事，他若不继续生事，等过阵子便风平浪静了。但按照他的性子，他怎么会不接着兴风作浪啊？我会想办法，不让他荒唐太久。小姐，这座宅子离太子府只有咫尺之遥，西行不远呢，便是3省6部与945间。此外，还有一条密道。他果然心细，将这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。小姐，你在狩猎场求嫁太子的事情，外面都传疯了。这酒馆里说戏的，茶馆里热议的，你看，还有这么些个话本子，咱们在京城啊，那可是一举成名了。这些花本子虽然看起来很肉麻，但的确是有些用处的。可这百姓们好歹还有个响，哪像那些大臣们呀？他们可收了咱们的银子，按道上的规矩来说，这可是买路钱。结果他们呢，居然连大门都没让我们进，这个亏可吃大了。难怪小姐说你没出息，咱们的安排奏效了。我们初入京城，他们肯收东西已是不错了。韩中远待小姐态度不明，他们此时是不敢贸然同我们结交的。无妨，大路朝天，何该为我仁安乐而开？再说我仁安乐的嫁妆是3万水师，而他太子赔上的却是整个大京。那靖南女水匪竟妄想做太子妃，最近弄得满城风雨啊！连说书先生都在说这档子事。不过在狩猎宴上，女水匪身手不错。华珍，属下在。今日带回来的犯人处理得如何了？回禀骆大人，铁瓮已经放在刑房了。不过一层皮而已。你吩咐下去，将他装入瓮中，塞满碎冰，几个时辰后拔出来。保证他脱得干干净净。是，下去吧。子源，骆明熙，认不出我了吗？不是，我只是在想，我该叫你子源，还是叫你安乐？与韩家有关的名字，就不要再提了。叫我安乐，任安乐。好，安乐。任他清风明月，我自安康长乐。这可是你给我取的名字。
这几年间，你在朝我在野，辛苦你为我争取10年养精蓄锐的时间。那还得多亏帝家家主，让我将帝家之剑献给韩中原。若非这样，我又怎会如此年轻就官拜刑部尚书？如今你先是3万水师求聘，又在春寿宴上亮相，这京城已经传遍了。有岱山上的弟子缘在，我就是贪恋太子美色的任安乐。这场婚求的越是轰轰烈烈，我越是能做我要做的事。安乐，这韩业每隔3个月都会往岱山上送礼物和书信，10年未曾间断过。如此便能消除韩家对我帝家的灭门之恨。骆明熙，我是等了10年要复仇的任安乐，不是等待太子殿下垂怜的弟子缘。你确定已经准备好了吗？我帝家上下横死之夜，我一日未曾忘记。韩中原，你可曾想到，帝家孤女会在10年后归来见你？调查的结果如何了？陛下，任安乐与太子相遇，以3万水师求嫁之事，与太子所述分毫不差。这任安乐果真是奔着太子而来。是啊，陛下，陛下，现在上上下下都在议论，这个任安乐究竟能不能当上太子妃呢？为何当不上啊？太子殿下赠礼岱山10年未断，故此。当年太祖想帝韩一家天下共治，可是朕呢，继位还不足6年，这帝家就举兵谋逆，偏偏太子端着先帝的遗诏，将这帝家的孤女硬生生的给护住了。这让朕真是难做啊！还是这个有趣啊！啊，哼！赵福，奴才在。传朕的旨意，明日让这个任安乐来见见朕，朕倒要看看，这个口口声声想成为太子妃的靖南水匪，究竟能不能降住我这个冥顽不化的皇儿？这古余年坑杀帝家8万将士，又害帝家诛9族，他罪不可赦。韩中远却念他戕害帝家有功，放任他权倾朝野，重臣攀附。不过，韩业和右相魏建行的是正道，跟他势同水火。你已求取太子妃入局，所以这太子当是同盟。那下一步便借力打力。大理寺，这大理寺由古余年把持，拿捏各家后路，所以你的第一步就是要拜大理寺少卿。最好还能有一个暗自作引，深入到古余年的党羽之中。我刑部正有一个案子，林冲杀人案。爹爹，求求你，让大理寺把林冲放了吧。林冲将一名剑生活活打死，可太子和刑部都盯上这事儿了。林冲他爹这些年可为你做了不少提己的事儿。侯爷，刘在，去大理寺跟裴瞻说一声，让他把那个林冲从刑部捞出来。是。刚才听到了一件趣事，任安乐。哼，那个大肆宣扬求嫁太子的女水匪。哎，不过听说是个美人儿，这要是能收来做个妾室，满脑子就这点东西。
3万水师不容小觑，哪怕求不得太子妃，陛下也必会委以要职。若我没有猜错，大晋恐怕是要有第2个女官了。第1个帝家不也全都没了吗？如今也只剩下1个孤女，还被关在岱山，不足为惧。帝子元只要活着，早晚会找我复仇。任安乐当上太子妃，总好过罪臣孤女。任安乐要是可以拉拢过来，倒是件一举两得的好事。不妨让他来我的地盘，看看他到底识不识相。林聪杀人一案，查得如何了？这案子倒是简单，当日林聪便招了，但没到半个时辰，就被转到了大理寺。这大理寺是忠义侯的地界，想必侧门正连着林府的府门呢。忠义侯纵容裴瞻，在大理寺网罗罪名，疏通关系，构陷对手，可不都在他的掌控之内吗？殿下领3法司，行的是正道。可你架不住忠义侯的歪门邪道，臣有心杀你，但我无力破局啊！我看，想要对付忠义侯这种奸狡皮赖的谗臣，就得找个更红不吝的来。你是说任安乐？是，任安乐。他不仅是名良将，还能助我将大理寺这潭死水搅浑。那臣要恭喜殿下了，一来平白无故获得了3万水师，二来又空得了太子妃之位，这3来，或许殿下找到一枚好钉子，可以楔入大理寺。陛下，任安乐已经在外边候着了。看你这样子，今天路上很是不太平啊。一介乡野女子，您可要小心呐！等会儿可千万别冒犯到您呐。行了，叫他进来吧。宣任安乐，安乐寨任安乐参见陛下。跪下！敢这么盯着朕看的，你还是头一个。哎呦！见到陛下，我才明白太子殿下是缘何荣冠中原的。太子殿下很英俊，但是小女也不赖啊。陛下，您觉得我跟太子殿下可还相配？你说的这事儿，朕可做不了主。这太子啊，自己会有判断。哎，您可是皇上，您说配就是配呀。我这回就当是丑媳妇儿来拜见公婆了。哦，说到公婆，这媳妇儿可不得给公公敬个茶呢。哎呦，你，哦，我懂了，还没成亲之前是不能敬给公公茶的，对吧，赵公公？怎么了这是？哎呀，我说的是他这个公公，不是您这个公公。陛下，你没事吧？轻点儿，我很轻啊。陛下，哎呀，你轻点儿，你也很轻。陛下，你没事吧？快喝口茶。陛下喝完了这口茶，就代表着承认我跟太子殿下的婚事了。任安乐，陛下面前不得无礼。
你招惹回来的这个姑娘倒是挺有趣啊。让陛下忧心，是臣不孝。太子殿下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你还有弥补的机会。不如，陛下就让我们立刻成亲，我们3年抱俩。荒唐！朕倒觉得你们2个也算是情投意合。那就这样吧，朕就封你个美人当当，如何？小女不愿。虽然我与太子殿下干柴烈火，共度一宵。等等，太子，他说的是真的？陛下，任姑娘出身绿林，个性恣意，用错词语还请见谅。臣却蒙任姑娘相救。此情圣龙，在下铭记于心。但婚嫁之时，恕臣实难草率应允。太子，可安乐是3万水师求太子妃位。哎呀，算了算了，再这样僵持下去也没劲。要不这样吧，这3万水师呢，我照样奉上。1，我不要封赏；2，我不要军功，我只要陛下给我一个机会。什么机会？太子殿下既然不想将太子妃一位给我，想必他肯定是觉得我跟他身份不匹配，能力不匹配，性格不匹配。如果我能跟太子殿下共处一室的话，说不定他能对我日久生情呢。哦，刮目相看。原来你是想跟太子一起做事啊？对。哦，但是有个丑话我得先说在前头。我对这官场不是特别熟悉，所以我想要找一个事儿少钱多离家近、位高权重责任轻的差事，这样呢，我也可以天天跟在太子身边。这大晋女人入朝做官，倒也不是没有先例。那太子拟一下如何？陛下，臣目前暂理3法司的事务，既如此，不若让任姑娘暂任大理寺少卿之位，学学大晋朝臣的处世之法也好。任安乐，你觉得大理寺少卿一职如何呀？好名字，大理寺这个名字好，多谢公。多谢陛下。陛下，您当真要这女水匪做大理寺少卿，就不怕她由着性子乱来吗？一个小小的女子，竟然让东迁的水军闻风丧胆，此人定不简单啊！纵是利剑，也是危险；总是危险，也是利剑。伤人、杀敌，就看到底要怎么用了。看这案子呀，就差不多了。是，差不多就能结案。是啊，找到了。哎，任大人请。哎，裴大人、任大人。今日是我第1天任职，大家对我这个大当家的有什么？少卿，少卿。大家有什么给我这个少卿审的案子呀？哎呀，任大人，今日大理寺已无甚要事，该办的都办完了。不甚要事可不行啊，要不大家就搞点事情出来吧。这胡闹嘛，意思？其实呢，说到让我来大理寺的时候，我还以为这是一座庙呢。后来殿下跟我说，这是办案的地方，所以啊，我必须得赶紧找点事情来做，不然的话，我就当不上太子妃了。任大人，啊？在下黄埔，与任大人同为大理寺少卿，
哦，今有工部郎中林国忠之子林聪最后杀人一案，搁置大理寺已有数日，尚未结案。哎呀，你干什么，黄婆？这林聪一案呐，就是一行人酒后推搡，自己不小心跌死了。你看我自己写的，上面清清楚楚啊。是啊。请你记住，你是少卿。任大人，来，哎呦，您来的多是时候啊！只要您呐，在这上面写上您的名字，就算完成一件大事了。真是没想到，我这一来，裴大人就给我找了这么大一个案子。好，那咱们就结案了。杜大人啊，各位大人，无事都回去吧。啊，走吧。那我们走吧。任大人，忠义侯可是对您赏识的紧呐。这忠义侯既然这么赏识我，那我可得好好表现才是。那替忠义侯谢谢任大人了。哪里的话。你怎么还没走啊？我丑得像个鬼一样。为虎作伥。古余年，林聪就当我任安乐送你的见面礼吧。殿下，参见太子殿下。殿下，我以为这任安乐来大理寺必然是鸡飞狗跳，没想到现在安静得很啊。这一路走来，我倒是撞见不少托辞说自己身体不适，想要回家休息的官吏。那殿下，这怕不是一个好大的烂摊子。说来任安乐到底只是个乡野女子，万一禁不住诱惑，投靠了忠义侯，那也未可知啊。小人足谄媚，君子无猜忌。那也不对啊，他一路以来对殿下你那么能统帅3万水师，扎根靖南这么多年，他绝不会是那般肤浅之人。殿下的意思是善于伪装。对于如今的大理寺而言，倒也是好事一桩。文书，在。待会儿去马车上，把东西搬过来。好。裴大人，你怎么？太子殿下，你怎么过来了？该不会是放心不下我吧？我是放心不下大理寺。怎么这里只有你一人啊？那还不是因为我每日虔诚的祈祷，希望能够跟太子殿下有些独处的机会。你肯定也是这么想的，对不对？香的可真沉。殿下，
好的机会还真是转瞬即逝呢。殿下，你要的东西我们送过来了。殿下原来是来给我送礼的呀！你也可以这么认为。殿下送我的礼物，我一定会好好珍惜的。这可是你说的啊。那当然。是什么大镜？大镜律书。哦，这是什么什么？洗冤昭雪记录啊？和大镜发型。为什么这么多？殿下，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？大理寺，掌邦国折狱详刑之事。你既然做了大理寺少卿，自然要熟读刑律典籍，烂熟于心，方能应对自如。有必要这么麻烦吗？这可是你自己答应的职位啊！还有啊，这些和这一整箱，都是你答应了殿下要好好珍惜的。7日之内看完，1个月之内背熟。这也太难为人了，殿下。嘿，我算是明白殿下的用心良苦了。安乐呢，识字不多，接下来还要多多请教殿下。想必殿下这苦苦一番作为，是想要增加我们俩独处的时间吧？荒唐。任安乐，时间紧迫，我先教给你一些实用的内容。时间不紧迫，殿下可以慢慢的一个字一个字来讲解。这是一些应对狱讼的小技巧，叫做舞听。什么听？舞听。哦，你听，我听，他听，还有什么听？一曰词听，是指听其言；二曰色听，是指观其色。好，我懂了，这个我懂。这前面这2听我已经充分的运用到了。我之前见到殿下的时候就知道殿下的声音很好听，殿下也很好看。嘿嘿。三曰气听，是指闻其气息。说到闻其气息的话，我好像从来都没有闻到过殿下的气息。坐好。四曰耳听，是指观其听灵；五曰目听，是指观其眸子。你有什么？观其眸子的话，殿下为何要躲开我的视线？难道殿下心虚了？我又不是囚犯，你不必用这招对付我。可是我觉得这个舞听好像适用性很广泛。殿下，殿下，我刚才好像看到你的眼睛里有我的样子。任安乐，别闹了。拿上书，我带你去狱里练习。干嘛？报复我调戏你啊？哎，你不说我可认了啊！有意思。殿下，大理寺少卿，仅次于大理寺卿之职。你每天除了要审断狱讼，还要掌管寺中300余人，绝非是儿戏。既然我掌管了这么多人，太子理应对我客气点才是啊。我是来教你的。哦，太子这话的意思是不想对我客气。也是，客气是礼，不客气才是情。哎，殿下这就走了，来，我来送送你吧。慢慢的走，慢慢的上。哎，他不错了。干嘛？我扶你，你害羞啊？哎，常来啊！你这一程是不是送的有点太远了？
我听说古人送人都是要送到郊外的，怎么殿下反倒不感激我，还嫌我送的久了呢？虽说这京城繁华吧，但是这人是不是也太多了点？这几日乃大庆3年1次的会试，自然热闹。走开！走开！没事吧？没事。会不会骑马呀你？真会骑！闹市之中这样骑马，与行凶有什么区别？就凭你们，也值得我行凶？我们都是正途之士，你竟然如此无礼！就是。哦，我当是什么人这么有眼不识泰山呢？原来就是2个外地来的臭橘子啊！凭什么这么说话？怎么说话的你？然了，殿下拦不住他，拦我做什么呀？你出入京城，不可四处树敌。就是因为这些富贵人家四处横行，遭殃的才是这些百姓呢。难道让我睁着眼装看不见不成？你这人怎么这样？我告诉你们，今年的会试，本小侯爷胜券在握。你们，还有你们，京城居大不易。我奉劝各位，赶紧滚回老家去吧！啊！什么人？然了，你掌3万水师，万不可折在此处。原来殿下心尖尖上的人是我呀！你当这闹市只有我们2人吗？然了，殿下，我要1个月都不洗脸了。荒唐！你送的够养了，回去老实背书。哎，殿下。小姐，这后面有个尾巴，跟了我们很久了，要不要？狩猎营后就跟着我们了，太子府上查探小姐的，不用理他。既然他想看，就让他看个彻底。月叔，你继续盯着。燕琴，咱们去个好地方。